我们直接废了他，瓦解逆河核心。你谁啊？3个金丹，我还跟你们打？我又不是有病，真是颜面丧尽。瞧你们一个个的，还有人样吗？连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我陈云山就不一样了，无论何时都不会忘本。爹是孩儿不孝啊，没有来祭拜您和列祖列宗。陈曼瑶俏脸更红，似觉得自己如今的样子，在白小纯眼中与没穿衣服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向后退了几步，嗔道：“白师兄，有意思，可惜陈曼瑶你演的不像啊。”白小纯摇头笑道，目内凌厉明显：“无缘无故，居然送我手帕，没有缘由，竟约我3更到来，空等1个月也都没有后续。陈曼瑶，你真的当本少祖是3岁孩童，又或者是那种看见女人就昏迷了头的蠢货吗？怕是这一场情书事件也是你暗中引起的吧？为的就是混淆其中，引我来此。”白小纯声音一句比一句冰寒，到了最后，他修为猛然散开，天道金丹之力形成了威压，化作了狂风，直接横扫四方，使得陈曼瑶面色大变，身体瑟瑟发抖。他毕竟还只是筑基而已，我本可以不来的，但我身为少祖，你这里既然有端倪，那么自然要来调查一番，看看你到底有什么目的。白小纯背着手，抬起下巴，开口时一股肃然之意弥漫，整个人更是散出煞气，尤其是目光如同利刃，让陈曼瑶呼吸急促。白师兄，陈曼瑶向前走出几步，正要开口时，白小纯目中寒芒一闪，右手抬起时，立刻一根独角匕首蓦然间飞出，在他的头顶漂浮时，散发出阵阵至宝的威压。这威压一出，配合白小纯的天道金丹修为，顿时形成了一股惊天杀机，锁定陈曼瑶的身躯。正是逆龙角。别动，你只有3句话，刚才已说了1句，还有2句。若我不满意，我有击杀任何弟子的权利。白小纯淡淡开口。更是在这一刻，白小纯看似如常，可实际上他的左脚大指已死死地扣在了鞋底，扣在了地面上，随时可以爆发。一旦爆发，他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刹那间离开此地，甚至那张九州图也早已被他开启，即刻就能施展。陈曼瑶脚步猛地一顿，深深地看了白小纯一眼，尤其是白小纯此刻所在的位置，正是他曾经布置的阵法之外。很显然，对方在到来时就已经做好了十足的准备。他的呼吸略缓，内心对于白小纯这里首次生出了忌惮。他凝望白小纯，忽然笑了，收起之前的羞涩，而是目中蕴含诡秘之芒。难怪那群老家伙对你如此在意，白小纯，我没有恶意，这一点可以发誓。让你来此，只有一件事情，希望你能见1个人。陈曼瑶笑着说道。我算你还有1句。白小纯淡淡开口，头顶的逆龙角吐出寒芒。陈曼瑶面色微变，沉默片刻后，狠狠一咬牙，忽然开口：业藏、面具、白小纯，神秘势力，暗子，不死不灭之物。陈曼瑶话语一出，白小纯面色顿时阴沉，他双眼猛地睁大，脑海嗡的一声，没有任何迟疑，头顶的逆龙角刹那飞出，直奔陈曼瑶的同时，他的左脚大指在地面狠狠一按，身体轰的一声骤然后退，甚至那九州图也被白小纯直接取出。白小纯心神动荡，他猜到陈曼瑶有些端倪，可却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对方居然是那神秘势力之人。可就在这时，突然的，陈曼瑶的眉心内直接出现了一个黑色的漩涡，这漩涡刚一出现，就急速的飞出了一缕黑丝。这黑丝在来临的逆龙角上一绕，这蕴含了白小纯金丹之力的逆龙角竟在半空静止不动。与此同时，黑丝内传出一个沧桑可却焦急的声音：道友相信老夫一次可好？老夫也是无奈，这才出此下策，甚至不惜暴露弟子瑶儿的身份，以他的生死为赌注，只为换与你交谈一次的机会。你相信我一次行不行？你现在随时可离去，你听我说几句话，若是不满意，你随时可走。黑丝凝聚在一起，化作一个老者的虚影。他看向白小纯时，有复杂，有深邃，更有客气与恭敬。白小纯平复了下呼吸，心神略定，此刻早已后退到了半空中，甚至此地的波动都引起了逆河宗的注意，有数位巡逻的修士，甚至还有一位结丹后期的长老快速飞来。少祖，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几个巡逻的修士立刻开口，目光扫向四周，有些疑惑，似乎那黑丝所画老者所在的地方很是诡异，他们无法察觉，注意到的只是到了半空中修为散发出来的白小纯，对白小纯下方的区域视而不见。你们逆河宗内，除非有天人，否则无人能查看到老夫的存在，也看不到这四周的一切。不过你没有进入这片范围，所以他们能看到你。黑丝化作的老者虚影快速开口，声音也只有白小纯可以听到。白小纯脚步一顿，面色阴沉，看了看四周，警惕中带着疑惑。四下查看的修士低头时，看了看下方的老者虚影。这诡异的一幕让白小纯沉默。通天大陆范围极大，以通天海为中心，蔓延出4条大江，扩散四方，形成了东西南北4脉修真大界。眼看白小纯沉默，虚影老者赶紧开口。这4条大江各自分成4条大河，又分成4条溪流，以及无数末流，如树一样散到极致，使得通天河的灵气可以覆盖无穷范围。可实际上与真正的通天大陆比较，通天河的灵气扩散区域不足一半，另一半则是在这通天大陆的四周没有被通天河的灵气覆盖的区域，那里被称之为蛮荒。虚影老者话语传出，白小纯听到后心神狂震。他之前就有过一些猜测，不过得到的答案是没有通天河气息的地方是禁区，修士无法存活。眼下对方的话语如天雷轰在白小纯心神内，且他看向那老者时，能感受到对方似乎在这方面的事情上没有说谎。如果把通天河灵气所在的地方，把4大脉的源头宗门比喻成世俗中的官府，那么在蛮荒里存在的人们，而是被官府称之为叛党。老夫来自蛮荒，而血溪宗的血祖一样来自蛮荒，因一些特殊的因果，血祖的尸体才会被留在那里。虚影老者深吸口气，凝重开口。白小纯目光收缩，对于当年这个神秘势力为何目标锁定在血祖身上的不死不灭之物，此刻随着老者的解释，与白小纯的猜测一一印证在了一起。那不死不灭之物，我们并非一定要获得，你愿意收藏就给你便是。而老夫这里的态度之所以会改变，甚至对你说出这些，就是因为你传承了血祖，你成为了代血祖。归根结底，你与我蛮荒之间已有因果。虚影老者内心略安，只要白小纯不立刻离去，给他说话的机会，那么一切都可以谈。他最担心的就是白小纯如之前那样，根本就不与自己交谈。所以老夫几次三番试图通过那面具与你沟通，可你防备心太强，无奈之下才冒着巨大的风险与代价，让瑶儿暗中催发这一系列事件，邀你来此。老夫代表蛮荒一部分城池的意志，希望与你保持长期的联系，且这种联系对你只有好处。我们的案子遍布4大脉，几乎大部分宗门，可以为你提供无数便利的同时，更可以为你提供你想知道的有关这世界的一切事情。不过你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才可。虚影老者长舒一口气，向着白小纯抱拳，深深一拜。白小纯心神震动，沉默中他有心离去，可对方的言辞没有任何破绽，更是解了他很多的疑惑，尤其是不惜暴露陈曼瑶的身份，这一切的确是有很大的诚意。尤其是这老者所说的情报，似乎一切事情只要自己想知道，他们都可以给出答案。想到这里，白小纯内心一动，他四周的巡逻修士此刻也都查看了四周，一无所获后，纷纷来到白小纯身边，疑惑地向他看来。你们先走吧，方才是我错觉，麻烦诸位了。白小纯轻吐口气，向着众人一抱拳。那巡逻者中的金丹后期长老深深地看了白小纯一眼，没有细问，而是点了点头后，带着众人离去。很快的，此地恢复寂静，任何事情你都能知道答案。白小纯忽然开口，眼看白小纯把四周的巡逻之人挥散，老者内心终于彻底的松了口气。他知道自己应该是打动了白小纯，彼此之间算是真正的接触到了一起。不敢说任何事情，只能说绝大多数的事情没有我们蛮荒不知道的。我们的案子布置在整个通天大陆，无论是源头、中游还是下游，都有我们的人。对于白小纯问出的问题，老者迟疑了一下，
这是白小纯问出的一句话。他仔细思索后，没有把话语说满，可隐隐存在的傲然之意很是明显，显然是对于自身在情报方面很是自信。好，我要问一个人。白小纯沉默片刻，缓缓开口：“什么修为？”老者立刻问道：“应该是筑基。”白小纯略一沉吟，说道：“筑基修为，此事简单。这是我们首次建立联系。这样吧，此次免费，不收你任何费用。说吧，此人的姓名以及你想知道什么。”老者心中再次松了口气，很是轻松地说道：“对于弥漫整个通天大陆的蛮荒而言，想要知道一个筑基修士的消息，虽然筑基修士很多，可毕竟没有风险，很是简单。”白小纯有些紧张，看到虚影老者如此自信，他心中也升起了希望，于是立刻开口：“此人叫做杜灵飞，他在当初的灵犀宗内是叫这个名字，曾经也在血溪宗的邪子试炼里出现过一次。我想知道他的真正身份。找此人的身份，哪怕你只是知道这2点，可只要此人存在过，我们就可以查到。你稍等一会。”黑丝老者沈然一笑，身体瞬间模糊，消失不见，似回到了蛮荒，正在沟通与发动手段搜寻。至于陈曼瑶，此刻闭着眼，似乎老者的出现让他这里陷入到了某种封印当中，若不如此，怕是会对他造成不可逆转的魂伤。白小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默默地等待。时间流逝，很快过去了半个时辰，眼看对方还没有出现，白小纯有些焦急。又过去了半炷香后，突然的，陈曼瑶身体一震，眉心内黑丝飘散而出，在其前方重新凝聚出老者的身影。只不过这一次，这老者的面色明显苍白了一些，看向白小纯时，目中露出奇怪之意，甚至隐隐的还有一些茫然。怎么样，有答案了吗？白小纯连忙问道。那个，你换一个问题吧。老者迟疑了一下，看着白小纯。啊，你刚才不是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吗？不就是查个人吗？怎么了？居然查不到？白小纯诧异，怒道。老者苦笑，目中在茫然的同时，甚至多出了一丝恐惧。沉默片刻后，摇头：“真的查不了。”白小纯双眼收缩，看了老者一眼后，突然拿出储物袋放在一旁。小乌龟就在里面，我找不到它，可我知道它还在，我把它给你们，你给我查杜灵飞的身份。你还是换一个问题吧，此女，老夫真的查不了。方才我只是回去说了一嘴，让人去查，结果周城都震动了，甚至还引起了天地变化。更为恐怖的是，我们在外面的案子，居然在那一刹那有多人无故暴毙。你说我还能查吗？你说的这个人，要么就是极为神秘，要么就是来头之大，无法想象。你最好不要去招惹，永远也不要遇到才好。老者深深地看了白小纯一眼，再次苦笑。他没有欺骗白小纯，的确是方才回去查探时引起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内心也郁闷。对于白小纯这里随意提出的问题都可以引起如此巨变，也觉得不可思议，甚至就连对白小纯本身也都有了一丝神秘之感。白小纯沉默，心神掀起大浪，他能看出对方似乎没有说谎。半晌之后，白小纯再次看向老者，一点线索都没有。看到白小纯如此执着，老者迟疑了一下，他想要和白小纯这里维持关系，此刻狠狠一咬牙，突然开口：“线索只有一个，方才在外暴毙的案子中，有大半都是在星空道集宗内死亡。至于这代表了什么，你自己斟酌。”老者说完，向着白小纯抱拳一拜：“你若想与我联系，可随时通过面具；若不放心，也可通过瑶儿。瑶儿虽是案子，可对逆河宗没有歹意，还请道友手下留情。”老者语带恳求，化作一道黑丝，回到了陈曼瑶眉心。陈曼瑶身体一震，睁开眼后露出清明。他看了白小纯一眼，想要说些什么，可却没有开口，而是欠身一拜，回到了洞府内。白小纯站在半空，抬头望着星空，看着明月，他想起了很多往事。在星空道集宗内死亡的案子最多，这是否说明杜灵飞的身份在星空道集宗内可以找到线索？杜灵飞，你到底是谁？这么寻找，我很累啊。白小纯轻叹，摇了摇头。杜灵飞原本已成为了过去，可总是有一根丝线拴着神秘，在他的心底抹不去。沉默中，白小纯转身
走向逆河山，没有回到洞府，而是拜见了掌门郑远东。有关陈曼瑶的事情，有关蛮荒的事情，甚至有关面具的事情，白小纯知道自己不能继续隐瞒了。既然对方的案子都已出现，那么此事他需要让宗门知晓。清晨时，白小纯离去，他将一切都告诉了掌门师兄郑远东。至于后面的事情，他不想去参与了，如何处理，自然有宗门决断。而此事太大，郑远东也无法独自做主。在拜见了四脉的几个老祖后，四脉老祖更是召见了陈曼瑶。最终此事没有掀起什么风浪，一切如初。陈曼瑶依旧是逆河宗内几乎所有同辈男弟子心目中的仙子，依旧天骄。只有白小纯知道，一定是四脉老祖与陈曼瑶背后的势力达成了某种协议。放下了此事后，白小纯开始继续修行，无论是寒门养念诀还是不死经，都在慢慢的进行中。而中游修真界，尤其是逆河宗身为四大宗之一，所处的位置，天地灵力的浓郁程度远远超过了下游，使得白小纯的修行比在下游时快了很多。同样的，获得好处的不仅仅是白小纯，如周星齐等人也都在这几个月的修行闭关中陆续踏入到了筑基大圆满。摆在他们面前的只剩下了结丹，只不过没有人敢与白小纯一样去匆匆结丹，他们需要至少半甲子时间的准备，才可去进行这至关重要的突破。而他们之间也在较量，要比谁先结丹，甚至彼此之间也并非和谐，很多矛盾都约好结丹之后一举解决。唯独如宋君婉那样，早就已经是大圆满的修士，才可以缩短这个时间，可至少也需要数年的准备。同时，张大胖与徐宝才，还有侯小妹、黑三胖众人，也都在这适应了中游这浓郁的天地灵气后，修为陆续攀升。尤其是张大胖，竟爆发的最为惊人，成为筑基中期。每个人都在进步，整个逆河宗都是如此。甚至在这段时间，还有几批宁气修士被送去了独属于逆河宗的几处地脉所在之地，开始新一轮的筑基试炼。中游宗门拥有自己的筑基圣地，这一点也是下游所无法比拟的。在这宗门蒸蒸日上的同时，铁蛋也在失踪了一段时间后突然的出现。当他出现在白小纯的洞府外时，白小纯在洞府内立刻察觉，猛地走出洞府，一眼就看到了铁蛋。他的身上弥漫了大量的伤痕，这些伤痕甚至有一些仿佛要贯穿铁蛋的身躯。可铁蛋的精神却很好，双眼更为明亮的同时，竟有逼人的金芒闪耀，尤其是他的身上居然散发出了一股即将突破的气息。自从宗门修建好后，铁蛋就失踪，此事白小纯知晓。通过明明的感受，他知道铁蛋无碍，以为他又是去找了一些雌兽玩耍，眼下才知道并非如此。在看到铁蛋双眼与铁蛋目光对望的瞬间，白小纯忽然明白了铁蛋为何失踪，为何拼命。他是在数次看到了白小纯危机后，觉得自身没用，无法守护白小纯，从而拼了命。以后不要这样，我是你爹，哪有儿子去保护爹呢？是我来保护你，等我老了走不动了，才是你保护我的时候。白小纯鼻子有些酸，大声说道：还有，下次不能失踪，要干什么去，需要提前和我打招呼。铁蛋忽闪着眼睛碰了碰白小纯后，翻身躺在那里，露出肚皮，还冲着白小纯吐舌头，模样可爱，看得白小纯更心疼。他赶紧来到铁蛋的面前，右手抬起时，体内天道金丹的气息散出，顺着他的右手融入铁蛋体内，为其梳理经脉的同时，铁蛋发出舒服的声音，伸出舌头舔着白小纯的脸，将铁蛋体内的一些暗伤以白小纯的天道金丹之力化解后，白小纯看着铁蛋身上的伤口，心疼的取出大把大把的丹药喂给铁蛋。这些丹药任何一枚拿出去都可以卖出不少的灵石，可在白小纯这里没有丝毫吝啬，一股脑的给了铁蛋，生怕铁蛋有伤势存在。一颗颗吃着白小纯给的丹药，铁蛋呲牙似在笑，看向白小纯时，那如看亲人的目光，使得这一刻的铁蛋与白小纯很是温馨。半晌之后，白小纯又训斥了铁蛋几句，铁蛋摇晃着尾巴，不断的蹭着白小纯。白小纯看到他这么一个样子，也就不忍心训斥了，带着铁蛋回到了洞府。随着铁蛋的伤势慢慢痊愈，渐渐的，他身上那即将突破的气息更为明显。白小纯看在眼里，
知道铁蛋突破在即，更是明白踏入结丹对于战兽而言意义非同凡响。其危险的程度虽然不如修士，可铁蛋毕竟是王兽，如此一来与寻常战兽结丹不大一样。他不放心，于是找到了郑远东。逆河宗对于铁蛋都很在意，尤其是灵犀一脉更是如此。郑远东立刻下了法旨，将铁蛋的结丹之地安排在了逆河山的山顶，那里存在了大量的阵法，更有浓郁的天地之力被神通引导，从通天河内散出凝聚于此，甚至还出动了不少结丹修士护法。就连李子墨老祖也都在白小纯的拜见下结束了闭关，出面护法。甚至其他三脉也都在白小纯的拜访下都奉献了自己的力量。血溪一脉送出了几件渡劫的至宝，丹溪一脉则是发动千人炼制灵丹，玄溪一脉索性在山顶铁蛋闭关的地方专门布置了阵法。如此一来，和逆河宗全宗四脉之力形成的结丹守护，足以让任何一个弟子都羡慕。而这一切，除了铁蛋本身王兽的缘故外，更多的则是白小纯的身份导致。直至7天后，当铁蛋完全痊愈时，那欲突破筑基、踏入结丹的气息，从逆河山的山顶祭坛上轰鸣而出，直冲云霄。天地震动，有云层瞬间凝聚，如有天雷翻滚，轰鸣八方。铁蛋站在祭坛上，仰天一吼，吼声似可以穿透云层，使得苍穹云雾大范围的扩散。这一幕使得逆河宗所有修士都心神微震，不少人飞出，抬头看向天空。铁蛋结丹，王兽结丹，竟有如此气势！王兽本就罕见，而铁蛋听说是王兽中的王兽，自然非同凡响。在这众人议论时，灵犀一脉的所有战兽此刻全部都咆哮，似在给铁蛋助威。而天角墨龙此刻也出没在了天空上，看着苍穹，又看了眼铁蛋，有些紧张与期待。白小纯站在铁蛋的身边，他的目光炯炯，他要在这里亲自为铁蛋护法。就在这时，苍穹云层轰鸣，猛地收缩之下，竟有一道黑色的闪电轰鸣而出，向着逆河山顶的祭坛上骤然降临。几乎在这闪电落下的刹那，铁蛋咆哮，身体一冲而出，竟不需要四周阵法相助，更不需要那些结丹修士护法，而是独自冲入苍穹，直奔闪电而去。在靠近的一瞬，竟是用自己头上的角向着那来临的闪电狠狠地撞击过去。轰！天地震动，闪电竟在撞击铁蛋头角的瞬间直接崩溃，化作无数弧形，向着四周扩散。半空中的铁蛋发出欢呼之声，扭动身体，低头得意地看了白小纯一眼后，又向着天空咆哮。白小纯看到铁蛋那得瑟的样子，干咳一声，觉得和自己某些时候很像，可心中还是紧张，不断高呼：“注意一些，一旦不行立刻下来，没事，不丢人。”几乎在白小纯开口的瞬间，道闪电倏然降临，铁蛋咆哮中再次撞了过去。轰鸣间，随着道闪电的崩溃，3道、4道、5道，连续3道闪电，一道比一道粗大，急速落下，全部轰在铁蛋的身上。铁蛋发出怒吼，全身颤抖，可却依旧直接撞去。在崩溃了这3道闪电后，他的身体也被劈得坠落下来，落入阵法内后。白小纯刚要上前，铁蛋忽然猛地一吸，竟将放置在四周的那些为他准备的丹药全部吸入口中后，双眼赤红，仰天怒吼一声，身体一瞬竟再次冲天而起，速度之快，掀起音爆的同时，更是化作了一道长虹。而在这长虹内，他的四肢居然爆发出了惊人的紫色火焰。放眼看去，铁蛋化作的长虹如同火虹，直奔云层而去。他赫然是要去撞碎那凝聚雷劫的云层。白小纯倒吸口气，他发现与自己比较的话，铁蛋太疯狂了。这一幕，就连老祖李子墨也都睁大了眼，更是站起了身。四周的结丹修士一个个也都不可思议地看着那彪悍的铁蛋，纷纷吸气。而宗门内的其他观望这一幕的四脉修士，失声与惊呼更是刹那间传开。这也太强悍了！天哪，铁蛋这是要碎灭劫云！与此同时，云层翻滚，6道、7道、8道闪电正在酝酿。在这所有人都吸气的瞬间，铁蛋的身体直接就撞在了云层上。轰轰轰轰！云层崩溃，
其内的3道劫雷更是直接爆开，形成的冲击之力足以让众人色变，甚至使得天空都震动，掀起了狂暴的冲击，向着四周轰隆隆的扩散。与此同时，云层崩溃，4被直接撕裂，而在那崩溃的云层中，铁蛋的身体化作了100丈大小，踏着紫色火海，正仰天长啸。随着长啸，他的身体还在不断的膨胀，更有浓郁的天地之力似在洗礼他的身躯。在这不断的洗礼与膨胀中，一股独属于王兽的那种天下地上唯我独尊的气势也随之爆发出来，越来越浓郁，越来越强烈，看得所有人都心神震动。白小纯更是激动无比，可以清晰的看到，在铁蛋的上方，随着他王兽气息的爆发，随着天地之力的凝聚，正有一枚紫色的内丹正在飞速凝聚出来，向着咆哮的铁蛋不断的靠近。这枚紫色的丹散发璀璨夺目之芒，更是扩散出一种奇异的香气，这香气让所有闻到之人都会心旷神怡。白小纯更为紧张，呼吸都跟着不稳起来。他在之前那7天已查询了很多典籍，更是询问了李子墨老祖，知道战兽结丹没有雷劫，唯有王兽结丹才有雷劫。而雷劫之后，天地凝丹，只要这枚丹在彻底凝聚后，再被铁蛋吞入口中，他就可以踏入结丹境内。可这个时候也正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这种王兽的气息凝聚出的天地大丹，无论是对于修士还是对于凶兽，都有惊人的吸引。修士可以用其化作灵药，炼出自身的丹，而凶兽更甚，一旦夺丹，甚至可以净化血脉，有一定的可能使得自身成为王兽。可就在白小纯焦急，而那枚子丹距离彻底凝聚只差2分时，忽然的从远处的天空中蓦然的传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嘶鸣。这嘶鸣似可以穿透金铁，落入众人心神时，掀起了轰鸣。依稀可以看到有一条足有1000丈大小的飞蛇，正从远处的天空向着铁蛋的子丹急速飞来。这飞蛇身体粗大，充满了凶残，目中露出森芒的同时，更有一股同样属于王兽的气息在其身上轰然爆发。这飞蛇赫然也是一尊王兽。